大少爷，宴席摆好了，我备了不少好酒，今儿不醉不归。我一直好奇啊，秦兄的酒量到底好到什么程度？这重任就交给你了。啊，秦兄酒量有这么好？还行。什么叫还行？在我印象里，他就没醉过。之前我们仨为了试探他的酒量，轮流和他喝，我们都醉倒了，他还跟没事人一样。你说气人不气人？那我们家比比。笑什么？别看秦大少爷酒量惊人，他爹左相的酒量却是出奇的差，号称一杯倒。酒量差是可以练的，我大哥以前酒量也一般，经常喝酒量就好了。喝酒都喝饱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能结识到你们这么多好兄弟，这辈子值了。大哥一定是想黑水山庄的兄弟们了，如果不是我告诉他玉佩的消息，他肯定就走了。本来想让皇上见一见大哥，却被婆母一顿训斥。和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我明儿去晋南王府找你再说吧。也好，那我就等你明儿去找我了。需要我给你醒酒吗？今儿木指他们抢的绣帕是怎么回事啊？前几日，他们三个守城门，一阵风把一姑娘的绣帕刮脱了手，正好飞到西安郡王怀里。木指和七霄就打趣他，说我讲过他的郡王妃就在来京都的路上，这绣帕不扑别人就扑他，说不定是缘分使然。两人怂恿他过去问问。西安郡王想着，不管问不问，都得把人家的绣帕还了，就过去。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那天风太大把他的脑子刮跑了，他一开口就把人家姑娘给调戏了。不巧的是，皇上此时正因为治兵的事传召他。西安郡王脑子一抽，就把绣帕塞进了怀里，带着进宫。西安郡王那性子，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什么离奇的事，似乎都不需要惊奇。你让我帮你什么忙？你能帮我要一张皇上随身佩戴玉佩的图案吗？你要皇上玉佩的图案做什么？这是说来话长，我大哥并非我爹娘亲生，他是我爹娘在山脚下捡到的。捡到他的时候，他高烧不退，身穿绫罗，还有一块雕刻精美、质地剔透的玉佩。这些年我大哥一直想找到他的家人，是那块玉佩跟他的命一样。结果为了我，把玉佩给弄丢了。前几日我进宫，在夏贵妃那里见到了皇上。皇上腰间佩戴的玉佩和我大哥丢失的那块特别的像。你大哥可是把我和相公掳到黑水山庄那天丢的玉佩？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就是那天捡的玉佩啊。这块和我大哥那块也特别的像，这块应该就是你大哥丢的玉佩，我在黑水山庄脚下面摊捡到的。我当时还以为是康王世子和秦大少爷丢的，结果不是。我瞧这块玉佩和皇上的那块也像，就带回了京，想问问皇上可知道这玉佩的主人是谁。皇上还以为是无主之物，把这块玉佩赏赐给了我，谁想就是你大哥丢的。世子妃不是说这块玉佩是镇国公府小少爷的吗？难道李大少爷是？快去请世子爷和云大少爷过来。世子爷，世子妃请您和云大少爷移步花厅。很急吗？有前镇国公府小少爷的消息了。怎么突然有消息了？你猜这玉佩是谁的？谁的？霁月大哥的。确定吗？
世子妃是在黑水山庄山脚下捡到的玉佩，还正好是我大哥丢的那天捡到的，应该错不了。去新王府。你们不是去大昭寺上香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居然还是和靖南王世子妃在一起。哦，原来是这样，我还纳闷呢。李继月既然不找云逸帮忙，怎么还能和云逸一起来找我？感情是云三太太不许李继月和我走得近，逼得李继月只能打着去大昭寺上香祈福的幌子出门。这管的可真够严的。要是真这么严厉，当初云家又是怎么一而再出府去靖南王府的？娘去忙吧，我们有急事找祖父。你祖父在军营，已经派人去请了。这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要把老王爷请回府的。一个个神色匆匆的，可是有事儿啊？是好事。哎呦，有唐二在，那肯定是好事儿啊。要不要对我这么盲目自信啊？不过这回还真不能否认，谁让玉佩是我捡到的呢？什么好事儿啊？洪祖父回来一起说。这么急把我们都叫回来，可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季月的大哥极可能就是16年前丢失的镇国公府小少爷沈寻。前几天夏贵妃还向我打听沈寻的事，叫我一有消息就通知他，却没想到这最让我看不上眼的山匪头子，竟然是镇国公府的小少爷。李大少爷来了，一起来的还有西安郡王、宁阳侯世子、齐国公府大少爷以及左相府秦大少爷。我的玉佩呢？我在随州丢的玉佩，怎么在京都找到了？大哥，你可能是前镇国公府小少爷沈寻，仅凭一块玉佩，也不能确认身份吧？这话倒也不错，事关镇国公府遗孤，还是谨慎些为好啊。你把上衣脱了。胎记呢？李继明不是沈寻，可是沈寻的玉佩怎么会在他身上？而且他的遭遇跟左相说的也能对上啊！哎，对了，左相之前嘱咐我不要让左相夫人看到玉佩，难不成？不是，撕我锦袍做什么呀？就算我进腰部有块胎记，但我是我爹娘生的，和已经被抄家灭族的镇国公府没关系啊！完了，感觉臀部露沟了，救命啊！我的形象啊！速请左相来一趟。告诉左相，就说找到玉佩的主人了。带秦大少爷去换身衣服吧。哎呦，我怎么可能会是当朝左相的儿子？还是别痴人妄想了。玉佩是你给我的？我不知道啊。我隐约记得儿时有个很好的玩伴，同吃同住同玩耍，后来某一天就再没见过他。我问过我父亲，父亲说是我记错了，不许我在母亲面前提半个字。我被黑水寨救起来后，高烧不退，昏迷3天3夜，大夫都放弃我了，但我硬是顽强的活了下来，只是也把记忆烧没了。我可能真的不是父母的孩子，文臣武将互相看不顺眼，父亲作为文臣之首，却替我辩请名师，要我习武，且要求严格。母亲常常看着一个拨浪鼓垂泪，或许是在想你吧。左相大人来了。这么快？听府上下人说找到玉佩的主人了，不知道在哪儿啊？左相和我说句实话，府上大少爷
是不是就是镇国公的孙儿沈寻呢？信老王爷为何这么问呢？那块玉佩是镇国公府小少爷的，拥有玉佩的人腰上却没有胎记，府上大少爷却有，左相还要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那拥有玉佩之人呢？他大腿根部有没有胎记啊？我才当众脱过上衣，不会也让我当众脱裤子了？我虽然做了10几年山匪，脸皮很厚，但也没厚到这种程度。有胎记吗？既然有，那就进去啊！不进来做什么？怕你们扒他裤子。嗨，这回没错了，李大少爷是左相的亲生儿子。怎么回事啊？左相，你的儿子怎么会流落到黑水寨？哎，这话呀，说来话长啊。当年沈寻被左相救回去之后，就发起了高烧，因为太医院一大半的人都认识沈寻，左相只能请了普通大夫，治了2天才退烧。左相夫人心疼，就把沈寻抱起来，说我是你娘。自此沈寻就把左相和左相夫人认作了自己的亲爹娘。左相的亲生儿子秦晃和沈寻年龄相当，2人同吃同住同启蒙，沈寻也改名叫做秦问。变故发生在半年后的花灯节，沈寻被人给抓了，左相不清楚来人是敌是友，就说他抓错了人。对方听到沈寻一直喊爹救我，就有些迟疑。这时又见到左相身后的孩子脖子上戴着镇国公府沈小少爷的贴身玉佩，这才放了沈寻，抓走了秦晃，说要去见沈寻的二叔。我没想到晃儿被带走不过半个月，就流落到了黑水寨，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儿？那镇国公府二老爷呢？还活着呢？要还活着，又怎么会让自己的侄儿落到黑水寨？这些年苦了左相和左相夫人了。这些年苦了左相和左相夫人了。倒也没有那么苦。长子夭折的时候，我曾找大师算过，说我这辈子父子缘浅，儿子养在膝下很难养大。晃儿3岁那年，我就想把他送到大昭寺寄养，只是内子不舍，才没有送过去。后来被带走，我们夫妻虽然是很舍不得，又觉得这或许是冥冥之中天注定。何况知道带走他的人是镇国公府的人，不会亏待他的。要是镇国公府二老爷还活着，一定会回京替镇国公府翻案，到时候晃儿自然就回到我们夫妻身边了。只是没想到一等就是16年呢。那人并不认得沈寻，不然不会抓错人。那人是怎么知道沈寻在秦家的？真的沈寻依然留在秦家，并没有给左相你惹祸上身，这太奇怪了。确实很奇怪，当年我也忐忑了好一段日子了，但是没有人找我麻烦，这么多年也没有人拿这件事来要挟过我。我在想，当年危及我秦家的麻烦，是不是在当时已经被那男子给解决了呀？你们看什么？以后该怎么叫你们？秦晃不是秦晃，叫沈寻。李敬明才是真的秦大少爷。秦晃，我都蒙圈了，好吧？从今天起，我就是沈寻了。背负着抄家灭族、血海深仇的沈寻，还亏欠了李敬明，偷了他16年的快乐时光。唉，盼了这么多年，总算是把儿子找到了，还多了个女儿。那感情好啊，我信王府和你左相府就成亲家了。左相大人，左相府来人，问您怎么没进宫？皇上等您等得火大了。哎呦，坏了，一着急把皇上给忘了。怪不得左相来得这么快，原来是正准备进宫，被半道截过来了。你们俩随我一起进宫，我与你们一起去。要找人还得看唐二的，这回功劳是季月硬塞到我手里的。娘，我就说几句话，不耽误他们去大昭寺上香祈福。
若非云三太太镇压，姬月直接找云一帮忙，估计早就找到沈寻了。幸亏姬月一心帮自家大哥找家人，要是像父王母妃那种心里能藏事的，这事指不定得瞒到什么时候去。好孩子，我知道你懂事，和堂儿又姐妹情深，但靖南王府到底比不上府里近。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只管和义儿说，他要不帮你，祖母替你收拾他。孝顺是应该的，但愚孝不是。我和你们祖父都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你们也都大了，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内宅妇人困于这方寸之地，道理见识受限。男儿志在四方，凡事该有自己的判断。祖母教诲，孙儿一定会铭记于心。靖南王快马加鞭赶去救南康郡主，更10万火急了吧？不是还挨了板子？贵妃娘娘大喜，找到前镇国公府沈家小少爷了。夏惠妃虽然和镇国公府感情深厚，但也不至于连茶盏都拿不稳吧？而且这眼神怎么不像是喜悦，更像是不安。我不是做梦吧？真的把人找到了？您这不是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沈少爷不仅找到了，这会儿人就在宫里。可知道是谁？就是左相府大少爷。左相府大少爷就是镇国公府沈少爷，抄家灭族的时候被左相大胆藏了起来。左相刚刚进宫，为此和皇上告罪，皇上没怪罪他，还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这公公也是个缺心眼子，还巴巴的来报喜，那可是秦贤妃的弟弟，这对于夏贵妃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左相府大少爷是镇国公府遗孤，那左相的儿子呢？左相的儿子被当成沈少爷抓走，流落到山匪窝，成了山匪头头。信王府大少奶奶的兄长李大少爷就是左相的亲生儿子。我只是去西王府看个热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寻儿，皇上，左相冒死救下寻儿，保住了镇国公府一丝血脉，您一定要重重奖赏他。皇上不怪罪臣，臣就感激涕零了，岂敢要领赏啊？嘉奖是要的，严惩也要。左相位极人臣，又得皇上信任，很清楚皇上对镇国公府的感情，有这样的好消息却隐瞒不报。这回要不是找到了亲生儿子，左相莫不是准备瞒一辈子。夏贵妃替父亲讨赏，是不是真心不知道？但想要皇上惩罚父亲，却是真心实意的。臣妾是太高兴了，怎么能罚左相呢？他是镇国公府恩人，也是臣妾的恩人。皇上，您下旨赦免寻儿吧，还有镇国公府大宅，您赐还给寻儿，那是臣妾长大的地方。臣妾一直想有朝一日能回去看一眼。也好。寻儿，快谢过皇上。臣一直坚信镇国公府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只是至今也没能找到罪证。臣这么多年不敢告诉皇上，不只是出于私心，也是怕暗中之人会对晃儿下手啊。臣恳请皇上在镇国公府一案真相大白之前，让晃儿就住在臣府上，以保周全。左相是担心皇上和本宫保不住寻儿吗？臣不敢。左相顾虑的不无道理呀，就让寻儿留在左相府吧。可寻儿到底不是左相亲生，大少爷也找回来了，该各归各位了，继续住着，总有不便的时候。等寻儿成亲，再搬回镇国公府不迟。
娘，您别跑，还不快去扶着点儿？哎，怎么不过去啊？娘，您别哭，这些年我在外头没吃苦，平常就种种树、修修墙，还是手下人去干，日子过得挺轻松的。哼，咱们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啊！有什么话回府再说。我想先回去一趟。回去做什么？左相府什么都不缺，从今儿起你就搬回府住。先回左相府，回头要拿什么我陪你去。老爷，刑部尚书苏大人求见。快请，我就猜到你会来呀。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不要折杀我了。左相高义，貌似把我镇国公府血脉，以致亲生骨肉，分离10多年，我归谢你，是应该的。哎，可惜当年的我呀，也只有这点本事了。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之前我就从你的身上看到一点沈琦的影子，但是容貌变化太大，我实在是不敢确认。而且当年不是说你被一箭穿心战死沙场了吗？当年我确实在战场上中了箭，但我天生和常人有异，心脏在右，那一箭也就没能夺我的命，让我活下来了。为何在信王府你不和皇儿相认呢？我的身份还望左相能保密。若我不能替镇国公府翻案，我这辈子都不能亮明身份了，哪怕皇上下旨赦免了我。世子妃，刑部冯大人府上大姑娘求见您，说是您在青州的手帕交，赵管事让奴婢来问问您。快去把人请进来。冯院怎么说也是原主的2个好朋友之一，之前一直攀高攀不上，那我干脆亲自去迎接，给足这个好朋友面子。我靖南王府的门槛几时这么低了？什么人都能进来。站住！我几时学会了隐身，让大姑奶奶瞧我不见了？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么直白的话都听不懂吗？大姑奶奶看到我这个大嫂都不用行礼吗？见过大嫂。靖南王府的门槛确实挺高，大姑奶奶迈不过来，以后进府从侧门走。王爷来了。哼！父王，这是我在青州的手帕交，冯府的大姑娘。以后常来王府陪世子妃坐坐，说说话。你可算是来找我说话了，你再不来，我都要去找你了。我没给你添麻烦吧？我家世子妃现在的胆量比在青州的时候不知道大了有多少倍。现在的靖南王府里，除了王爷、王妃、世子爷，就是我们家世子妃说了算了。半夏姐姐真是谦虚了，世子妃明明已经到了只手遮天的地步，大姑奶奶和世子妃斗，那不是鸡蛋碰石头想不开吗？只要不给你添麻烦，我以后常来找你玩。是你这个混蛋！这不会就是郡王想找的姑娘吧？这才刚开口，想让大嫂帮忙找找，人就出现了。跟菩萨许愿都没这么快啊！靖南王世子怎么会和这样的灯铺子做朋友呢？可别被他给带歪了。冯院难道和新安郡王有恩怨？对了，那方绣帕不会就是冯院的吧？大嫂，
这位姑娘是？这是我多年的手帕匠，冯府大姑娘。我乃齐国公府齐萧，这是宁阳后世子木旨，那位是安王府谢安郡王。你们聊，我们去药房说话。是青州来的姑娘呢。我调戏了大嫂的手帕胶，我死定了。你怎么调戏人家的？姑娘是在用绣帕择婿吗？那这绣帕的眼光还真不错啊。把绣帕还我！就这么还你了，岂不是没了凭证？下回见，我再把帕子还你。我是不是死定了？自作孽不可活。作为兄弟，我们能做的只有帮你把坑挖大挖深一点。我那天脑子犯抽，头一回调戏姑娘，就对大嫂的手帕胶下手了。听说刑部新上任了位冯大人，因为和苏大人在青州是旧相识，所以安排在了刑部给苏大人打下手。这哪是手帕胶，这分明是世胶，我完蛋了。我才到京都，连城门都没进，就碰到这样一个登徒子，这个南王世子怎么和他做朋友啊？这事我早就知道了。谢安郡王说他那天脑子犯轴，调戏了个姑娘，我没想到是你。那绣帕他随身携带着，一直在找你，想还给你呢。福良，你去拿一下吧。绣帕呢？谢安郡王说，那绣帕在他怀里穿了这么多天，都揣馊了，今儿让丫鬟洗了。还馊了？要不要这么实诚？说话的实诚，这传话的怎么也这么实诚啊？我不要了，让他把那绣帕给烧了。藏了姑娘的绣帕，终日不离身，都揣馊了。让丫鬟洗的时候还一再嘱咐小心洗，别洗破了。这混小子迟迟不开窍，一开窍就这么深情呢。有了中意的姑娘，直接告诉母妃不就成了？直接娶回来啊，哪用得着藏什么绣帕呀？可知道是哪家姑娘？哎呦，齐国公府大少爷他们和郡王爷形影不离，他们肯定知道。派个小厮去问一下，看郡王爷藏的是哪家姑娘的绣帕。那我们约好了，3日后逛街。你要忙的没空，去改日，陪丫鬟和我说一声就成了。以后冯姑娘来不必通传，直接放行。王爷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难道王爷王妃又不和了？不应该啊！王爷在大昭寺救了王妃后，关系缓和了不少。去天香院，请宁妈妈来一趟，就说我有事找她。世子妃找奴婢是有什么事吗？宁妈妈，这是怎么了？我没事，世子妃的事要紧。刚刚我送冯姑娘离开，见父王脸色不是很好，担心是父王和母妃又吵架了，找宁妈妈来就是问这事儿的。这回是我连累了王妃，惹恼了王爷。还真叫我猜准了，父王母妃又闹掰了。世子妃你也知道，今儿王妃让我们把书画都抱出来晾晒，晾的时候发现少了2幅画，王妃以为是王爷拿走了，就没在意。丫鬟数字画的时候发现一幅本不该存在的画，叫我过去看。我一看，竟然是年轻时候赵王的画像，我当时慌了，就想赶紧拿出去烧了。谁知道王爷正好进来，看我手忙脚乱要藏画的样子，就起了疑心。王爷要看画，我不肯给就惹怒了王爷，只好把画递了过去。王爷看到画像上的赵王，当时脸就黑了，进去内屋就把画砸在了王妃身上。王爷丢下画后转身走了。
王妃问我画是哪里来的，我才知道那幅画不是王妃画的。那幅画太像王妃的笔记了，我就没多想，藏着掖着，王爷就更加误会了。我要和王爷解释，王妃说没用。父王本来就在气头上，这个时候去解释只会火上浇油。那就不管了吗？把赵安的画像拿给我吧。尽快查出这画是出自哪家画铺之手。